他们把收集多日的狼粪搬到一处山顶。这些狼粪是位于平日里收集格林的，也有外出时捡回的野狼粪。看见的那个狼，并不是所有狼粪都是灰白色，还是要取决于它吃的什么。狼粪包含了很多信息，如狼的性别、健康状况、领地范围等。这些野狼粪的信息，格林已经了解过了。估计这儿有多少斤？20-30斤吧。哇，这好多都成粉末了。主要就是骨粉嘛。大量囤积的狼粪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。给狼报信的狼粪是否也曾经给人类传递过信息呢？听说狼粪能烧出冲天的黑烟。身为狼的铲屎官，我很想见证狼烟。我们先试一下，直接点那个狼粪。狼烟一词在现代权威词典中被解释成用狼粪烧出来的烟，用以军事报警和传递战事战况。古人称狼粪烟直上，虽烈风吹之不斜，烽火用之。自古就有烽火戏诸侯和狼烟四起等成语典故。一股臭味。不错，这壳子都燃了。如果这一堆是牛粪的话，可能现在已经全着了。我下面还专门垫了几块石头，有空气。但是这个狼粪的那个灰哈，这灰一去，什么都堵死了，没空气燃不了。我捡些牛粪，救人。这是人。这会儿好像看着烟稍微大一点啊。这算得上狼烟吗？这算牛烟。问题现在狼粪根本没有燃，现在是牛粪在燃。天黑了，烧焦了。这里面跟那个土一样的，你看吗？跟水泥似的。但是它也很轻。非常轻。这其实等于是骨灰。差不多吧。我先拿那个牛粪散。这堆火生了有2个小时了吧？敌人打进紫禁城了吧？已经成功的把这一堆点燃了，但是主要燃烧的成分是牛粪，还有我的柴火。狼粪我夹杂在其中，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它勉强点燃。但是我们夹一个火苗当中的狼粪，夹出来了以后连烟都不冒。离开好多就不冒烟了。也就是说它一点可燃的成分都没有。然后我们看烈火之下的狼粪还是原来的状态，灰白的，清白的那种烟，而且很淡，你飘一会儿马上就散了。今天还只是微风啊，没有黑烟。白烟，那就是我们平时做饭的烟。继续烧。从下午一直烧到落日，他们也没有点燃这堆狼粪。那这个毛团都很难燃烧的。狼烟到底是真的狼粪烧出来的烟吗？还是古人的一大谬传呢？很淡。狼烟。还不如路边烧烤的烟，这点烟连城管都招不来。铲屎，灭火。我说的没错，
格林的留言起作用。格林，你的同伴来了，快！哎，我喊他，快去！可能是上次追随野狼被咬的教训，格林这次有所犹豫，有所顾忌。哎，山上还有只。多日来的苦苦寻找，终于再次看到了野狼的影子，证明狼还在。那个狼反射了，哎，追，快！已经跑过山背后了，在那儿，你看到没有？还那两只跑过去了，看见没有？已经过了那个黑疤了。看样子他们挺熟悉我们的，肯定观察我们很久了。他们在意的是格林，狼心也是肉长的。哎，三只了！哎呀，太棒了！格林，格林过去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好大的狼！他们在等他呀。过去了，格林过去了。看，好大哦！看见没？哎，在哪？右边。靠近了。这家伙不知道夹尾巴，下半身放低，夹着尾巴进去，这样去容易挨打呀。替他捏把汗。那个是不是狼王？狼王然后在前面，看见没？还好，挺友好的。再也散开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一次没挨打就是胜利了，就已经赢了。他又回来了。上山入伙有那么容易吗？再看看。都接触一下嘛，我觉得希望还是蛮大的。他回来了。我跟过去看看。你把对讲机声音关小点啊，狼耳朵很尖的。发现了什么？收到，请回答。这是他们的藏尸点，格林已经在这儿做了记号了。他们肯定是经常在这一带出没的，现在已经看不见了。但是喊一嗓子肯定能听见。他们要是不接受格林的话，我就天天过来喊山。
我知道他终究会离开我，但格林这次回来，并不是因为狼群不接受他，他为什么还舍不得走？我对格林没有更多期待，就希望他勇敢、自由、有伴儿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是吧，格林？听，有回答。这下总算搭上话了。这算集结吗？还没呢，他们只是在联络。你知道狼为什么总对着月亮好吗？为啥？因为月亮里面有兔子。多日来的坚持，终于等到了第一声野狼嚎。他们是格林的血亲吗？他们会带走格林吗？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黄昏，美丽的若尔盖笼罩在一片沙尘之中，风沙裹挟着雪粒在无遮无拦的草原上肆虐着。沙尘暴过去，狼山又多了一片沙化地带。若尔盖湿地大草原是中国2大母亲河最大的天然蓄水池，储存着长江、黄河1/3的水量。每一个中国人喝的4杯水当中，就有1杯来自若尔盖。治理的根本不如这个沙化的这么快，搞不好这儿会成为海拔最高的沙漠。如果若尔盖大草原继续沙化，那将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。我们眼前的草原还能留存多久？原本冷清的狼山地带突然热闹起来了，成群的牛羊占据了荒芜的狼渡滩。你看吧，这场沙尘暴把外面的牛群全赶到核心区来了。
这是保护区啊，不允许在这儿放牧的。没人管了吗？你们咋到这儿来放牧呢？要是再跟不黑嘛，就全部都杀走。这儿都没得草了的嘛，他们吃啥子？在格林的眼里，在狼的地盘上的食草动物都可以成为他猎食的对象，但他哪里知道，这些牛羊都是人类的财产。尽管格林现在还没有猎食牛羊的能力，然而没过几天，就连续有牧民找上门来了。怎么了？我的羊跟2个打死了。啊？我的羊跟2个打死了。今天啊啊，2个多大的羊，3岁。 ？3岁的。啊3岁的大羊啊。啊，这不可能啊！他没往那边去啊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还没有杀过羊，尤其是3岁大的羊，他根本杀不动。而且他一次性的杀2只，我觉得他恐怕没有这个能力。是狼到地方嘛，肯定我们跑得不止了。经过再三的解释，事件算是平息了，但唯一和易峰感到了无形的压力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唯一和易峰常常带着格林到远离牛羊的地方活动。格林好不容易跟狼群搭上话了，这些狼群又躲起来了。我怕的是这儿还有一只狼没躲呢。他们家的羊到底谁杀的呀？又不是咱们格林干的，那是谁干的？野狼啊！所以啊，我们只要盯着这群羊，没准哪天野狼就来了。你看，哎，这狗到底是放羊的还是吃羊的？他们自家的狗还是哪家的狗？不知道，不认识。这条狗经常到我们小屋这儿来找吃的。尾巴是白的。啊，白尾巴。就上次咬我的就是那条狗。哎，他干嘛要去杀羊？而且杀的是头大羊哎。嗯。这只羊一直出来好像就掉队了，掉到里面。它杀羊没有狼那么厉害。说不定前几次他们的羊就是被这个狗杀的。有可能啊。就是这个狗，狗又不显眼哈。嗯。不要回头又说是我们格林杀的，你还真说不清楚。幸好我们拍到。那狗还不怕，根本不跑。看来是他们自己的狗。哇，船这么薄。就他们自己的，你看，他跟着那个女主人了。这才叫做家贼难防哈。等等，
他好像看到我们了。如果他找我们麻烦的话，我们就赶紧跑哈。格林，撤。前天我吃了4个羊吃了它啊，4个羊。前天可能。不是不是，我拿这个。啥？他说给我说。给你？就是嘛，我那不行啊，那肯定不行。狼是属于这个草原的，不属于任何人的。10几个羊吃了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你说的10几个没有任何证据。那我跟你说，这个狼它是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是谁都没有权利带走它的。它不是我们的狼，它是这个草原的狼。一方不能让它接近，他想把狼带走。这个咋赔你？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可以马上叫公安来。狼是保护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带走狼。不行，我们就打电话110。马上叫公安，他肯定是放狼，不会是让你逮狼。这羊我们赔你，赔你不要赔。他今天来居心就没对的，他就是想带走狼。这个抓住他，任何人都不能抓他。用这个大狗把垃圾打。这个抓住他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跑，快跑，傻瓜，快跑，跑。快跑！跑！格林乖，快跑！你要知道，你不能对什么人都那么亲近，知道吗？以后你见到人就必须跑，随便什么人。跑！快跑，格林！不要过来！跑！快跑！跑！对不起。格林不会怪你的。我怕这样放出去他会死掉，我就想带着格林，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不被人打，能找到吃的，能好好的活着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肯定没跑远。
臭小子跑哪儿去了？妈妈好担心啊！好，乖。林哥，你要记住，以后妈妈叫你跑的时候，你必须马上跑，不要管妈妈，听见没？跑得越远越好。你要记住，狗棒不是好玩的，以后见到那个必须躲，听见没？让妈妈看看伤到哪儿了，痛吗？到哪儿去找你这么笨的妈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来看你们的小狼。你怕不怕狼？我爱狼，我喜欢狼。转了一圈回来了。不怕，你看都是朋友，林都是朋友。还要跟他走？这是爱，这是狼，我爱狼，我喜欢狼。在牧区长大的孩子，虽然经常与狼打交道，但这样近距离的接触狼，接受一匹狼的舔吻，还是第一次。人与狼原本可以和谐相处，但不知从何时起，狼成了人们诅咒和绞杀的恶魔。人们谈狼色变，以至于狼来了成了大人们吓唬孩子的口头语。只要人不伤害狼，狼对人很友好。我的这了。哎，不过去，回来。才这个，带着结果去接的。有人要打他，昨天差点被人用大狗棒打死。那么可爱的小狼，为什么就要打死呢？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应该到活佛那儿去放生，只有放生了，没人就可以伤害他。就是活佛放生了，就没人敢打他了。对。从此，格林认识了这对牧民小兄弟，也认识了他们这匹穿着马甲的老马。
就是最好的。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狼孩的故事，国外一个纪录片所讲到的一个词儿，他用的是仁慈。他说狼是一种仁慈的动物，人和狼斗了这么多年，这么尖锐的矛盾，人可以说是狼最大最凶险的天敌。当然人是所有动物的公敌，人和狼的矛盾这么尖锐了，狼都还能够收养人类的孩子。所以我想狼连人的孩子都能够接纳，更何况格林是他们自己的孩子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守在狼山，我就死皮赖脸。狼群曾经好几次想把我们驱赶走，他们不会跟我们正面发生冲突，但是他们用一些什么方法呢？跑来探我们的营，然后把我们的气垫的那个床垫给放了气了，就是直接狼牙一扎，你能看到上面几个牙洞，然后它就放了气了。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小屋附近的那个围栏上，小屋门口的围栏上，我们还装了一个监控，就是红外线的，可以在晚上拍到。我们还指望能够拍到这个狼群来探我们的营，我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狼。然后呢，但是这些狼它能够成功的躲过，哦，你在这儿装的监控，你想拍到我，别做梦了，你想多了。然后它能够绕过那个监控，但是它能够骚扰到你。那些监控就只能拍到我们每次傻乎乎的跑到门口来看，到处看不到狼。就是当我们有一次安这个监控安在一个死羊的旁边，然后本以为狼可能会来吃，但是呢后来是狐狸来吃的。但是这个红外线一启动以后，我发现那个狐狸盯着镜头，狐狸都能看见这个红外光，同样是犬科，狼更能看见。另外呢，曾经有过两只鹰，它们曾经跟着格林，因为在夏天的时候，狼往往是跟着这个秃鹫那些天空中飞翔的鸟，它们能看到一些死掉的动物，然后狼就跟着它们去找吃的。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，这些鸟它们没有更多的食物，它们往往会跟着狼。而这两只不长眼的鸟呢，它们就看上了格林，它们就跟着格林。结果呢，才跟了不到半天吧，就发现格林钻到人的屋子里面去了，然后跟我们一块儿啃那个压缩饼干。当时那两只鸟落在山头上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能在草原上生存甚至长大的动物，它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敏捷，也不仅仅是身强力壮，最关键的是生存智慧。我们遇到过装瘸的狐狸，当它发现人们靠近它的窝的时候，它会挂起一条腿，一瘸一拐的，好像受伤了一样，然后把人们引远，然后呢再一溜烟的逃跑。所以能在草原上生活下来的这些动物啊，没一个是吃素的。比如说那个看家狗吧，在草原上的这种狗，它已经不能用聪明来形容了，应该说是诡计多端、狡猾。它把自家的羊给咬死，它就坚守自盗，它就去找主人报警，狼山上的狼下来了，然后把羊杀了，你看我把狼都吼走了。主人出来的时候呢，一看到死羊，被咬死的羊，狗也报了警，狼呢也抓不住，只有认倒霉。然后最后的时候，这些羊主人是不吃的，因为被狼咬死的嘛。然后主人就会把这些羊宰了，分给这些狗，表彰他们驱狼有功嘛。经常有狗这么干。但是呢，这些羊也很狡猾的。我们曾经拍到的那一只羊，就是狗咬它的时候，它实在挣扎不过，逃不了，最后它只有我干脆躺下了，我只有死那儿了，这个狗才会放弃我，然后去跟主人报信。只有等人来了，不可能再给我补一口。看一看，它到底是活的，是死的？要是我过去，它翻身就跑了的话，就把这段掐掉。哦，站起来了。这条狗这一次恐怕要失算了，也太不专业了。然后最后我翻过围栏去看，那个羊
居然也是活的，它也是个戏精。羊也很狡猾的，在草原上生活的这些个个都是影帝。当你接触到每一种动物的时候，你才发现我们真的小看它们。生存需要技能，但是求生需要计谋。下一集带我们在这天地之间感受一匹狼的心，天地狼心。